今天就吃它，非常大的一个，做2道菜也绰绰有余。撇兰还是算很方便的一种蔬菜，除了削皮有点费劲，所以要尽量买嫩一点的。在这种大块头的蔬菜里，它是真的比较有吃到菜的感觉，就不是一口主食或者一口水分。皮要削得厚一点，把绿皮底下白色的那一层也削掉。叶子虽然有点好看，但也切掉。最后用来吃的部分就是白里透绿的，先一分为2，还挺费劲的。切开长得像冬瓜诶，肉质比冬瓜硬。撇兰的味道和腊肉很搭，所以就来和香肠一起做个焖饭。切小块，因为和饭一起煮，切成块也不会不熟。剩下的部分就做凉拌，正好和焖饭一起吃。凉拌的就先切薄片，再切丝。我比较喜欢切细一点的，就会更好入味，就是有点费手臂，要想象自己正在健身。切好的撇兰丝里加一点盐腌一下，否则会有一股饲料味。如果你喜欢饲料味，应该也可以直接拌。超大一碗，难以想象这2大碗是刚才那1个撇兰的分量。顺便多一点姜蒜，切点香菜，这个是香菜的老叶子，很香。今天我打算用这个麻辣香肠，是切好再冷冻的，原味的突然找不到了。我的冰箱真的很满。撇兰看着还没出好多水，其实用力挤就会出来，尽量把它自己的汁挤干，等下就能吸收更多的调料汁，真的出好多水啊。好了，差不多这样就可以，我也没有力气了。把姜蒜堆上去，我想还是炒一下香肠和撇兰吧，正好就先给凉拌泼点热油。撇兰也是吃着有点寡的类型，泼了油比较香。接下来来炒香肠，先关火冷却一下，否则香肠一下锅就糊了。好危险，香肠没完全解冻，表面有冰，到锅里就炸了。稍微煎一煎，把撇兰块也加进来炒。其实我觉得不炒直接煮也是会好吃的。撇兰不用炒熟，表面炒香就好，加一点点盐，香肠也有咸味的，就可以出锅了。沥下油，直接铲到电饭煲里，里面只有藜麦和大米，还有水，现在看起来就好香啊！直接用煮饭功能开始煮。米饭已经差不多了，来给凉拌加调料，盐刚才就腌过了，就加点酱油、醋，我用的红醋。花椒油，还有油辣子，最后是刚才切好的香菜就好了。我在想，这个锅反正也炒了香肠了，香肠也还有剩下的，就不妨再炒一个和腊肉很配的菜吃一吃吧。藜蒿，一种很香的菜，虽然它的香味好像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切成段就好，我只保留了很嫩的部分，剩下的几片香肠小火炒一炒，油是一点也不用加了，藜蒿倒进去。这种菜不用炒太久的，就是吃一个脆嫩，加点盐。不过我突然在想，要是用来焖饭应该也不错。我觉得它和芹菜味道很神似，不是真的相似，就是气质相同。炒好出锅，再把饭也拿出来，好香啊！而且是去很会做饭的亲戚家飘出来的那种香。来把它拌拌匀，感觉每一颗米都油香油香的。先盛一碗出来吃，来一口。我必须说一个美食点评界使用过度的词，入口即化。撇兰非常嫩，好像只要抿一下就化了，甜味也非常明显，但不是说它很甜，就是非常清甜，混合香肠的腊肉香味和油脂，就又有满足感又不腻人。凉拌也给它拌一下，这个也好香啊，算是一种凉皮的同款香味，简直脆的要命。凉拌的撇兰虽然切成了细丝，但还是非常的脆，还有一定的硬度，和焖饭里的完全不是一种口感，简直是2种蔬菜。这就是撇兰的魅力吗？上一个让我有这种感觉的菜还是松茸，也是焖饭和生吃很不一样，但是它的微微甜味还是在的，所以凉拌里完全不需要加糖或者味精之类，就已经很好吃了，而且它还很入味。看底下没有什么凉拌的汁水，好吧，也来吃一下配菜炒藜蒿好了，就是它的那种野菜香气。说到野菜，还需碳水来配，组合一大口，简直是让人想带去春游爬山盒饭的搭配。当然凉拌和焖饭也很搭，而且真的吃不出它们是同一种菜。我觉得今天这2个做法都很好吃，最大的原因可能就是这个撇兰真的很新鲜很嫩。就像这2个做法，一个彻底煮软，一个生的凉拌，都突出了优点，软的无渣，生的脆爽，规避了缺点，也就是饲料味。
完全尝不出。如果你以前觉得撇兰不好吃，有点饲料味的话，可以参考看看。